我看到了阳光透过客房的玻璃窗，在窗台上洒下一片暖金色，而窗台上此刻正种着我以前种植的一株小番茄苗。这2个月来，除了疯狂采购，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种植。从最初的连多肉都能养死，到现在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蔬菜苗，生菜、小黄瓜、樱桃、萝卜，每一株都长势喜人。每天早上我都会仔细检查每一株幼苗的生长情况。我小心地捧起一株，它的叶片已经展开了，嫩绿的茎干上甚至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花苞。要不试试这个？我将系统界面调出，尝试着将那盆小番茄连同陶土花盆一起收进系统。下一秒，手中的重量突然消失，系统提示音欢快地响起：恭喜解锁新品类活体植物，经验值增加50点。我惊喜地睁大眼睛，连忙将其他的盆栽也一一收进系统。每收入一盆，经验值就跳动1次。当最后一盆生菜从窗台消失，我的系统界面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光。那艘帆船在光芒中变形扩展，最终变成了一艘威风凛凛的蒸汽船。铜制的管道闪着金属光泽，黑色的船身上还有精致的浮雕装饰。我着迷地欣赏着这艘新船，比起之前的帆船、蒸汽船明显大了不少。甲板上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温室穹顶，看来系统自动为我的植物安排了种植区，太好了！只是不知道被收进系统仓库的植物会怎么样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从仓库里调出一盆小番茄，我仔细检查着它的状态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在系统的保存下，它似乎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，叶片依然翠绿饱满，丝毫没有蔫萎的迹象。看来以后可以多种些不同的作物了，水果、香料、药用植物。除了植物之外，我还在里面养了各种鸡鸭鱼羊等等，小猫小狗也各养了1只。只可惜这些和植物一样，放置的再多，经验值也只是增加1点。看着仓库里日渐丰盈的物资，我心里的安全感逐渐增加。末日来临，倒计时半个月，整个城市依旧酷热难耐，但我已经能隐约嗅到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潮湿气息。我的采购清单越来越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手绘的稀有物品狩猎图，图上面标记着城中各个偏僻的旧货市场、手工艺作坊，甚至废品回收站。我总觉得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品类全都买了一遍，但经验值还是越涨越慢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很快迎来了转机。